男人手持猎枪在林中狩猎，却不料发现自己成为了猎物。四周响起阵阵的猎枪声，他慌忙躲避逃窜，不慎跌入一个深深的陷阱，腿骨咔嚓摔断，痛苦的嚎叫着。正当他以为这将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时，出现了一个神秘人，头戴阴森可怖面具，猜测不是男人就是女人。男人以为将要得到救助，却不想这位神秘人拿出一条长虫，缓缓地扔了进去，转手又拿出几条扔了进去，红的白的花的，在男人身上游爬，吓得男人惊呼，几秒后就成了长虫口中之餐。伴随着阵阵的哀嚎声，本集也就正式的拉开了帷幕，请准备好你们的小板凳，嘴里含着棒棒冰，耐心看完。莎拉的母亲布伦达在昏迷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身处异处，脚踝被锁链子拴着。正当她做着无用的挣扎之时，突然进来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，缓缓地来到布伦达身前，将拴着铁链子的石头扔进了水里。石头的坠力致使他硬生生地被拉了下去。上气不接下气，马上就要断气。岸上的神秘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。外孙女莎拉一路小跑找到了这里，可为时已晚。她看到被淹死的外婆，死劲地挤出了2滴眼泪。没多久，警官卡姆来到了现场，将尸体运走后，开始安慰起莎拉，毕竟是儿时的玩伴，安慰的就要彻底。可卡姆的老婆在一旁很是不自在。莎拉又再一次来到监狱找提莫，根据外婆的死因了解到，由于是溺死，那应该是七宗罪中的嫉妒。莎拉表示外婆嫉妒心确实很强，所以在年轻时用石头砸中同学。提莫认为莎拉如果也有秘密的话，那她也会有被害的风险。莎拉想起有很多次神秘人都可以杀掉她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又放过了她。难道莎拉是安全的？莎拉希望提莫能帮助她抓住凶手，但提莫认为刽子手现在已经陷入了狂热，扮演上帝的角色在惩罚犯错的人们，浑然不知自己也沉迷于骄傲，用不了多久刽子手就会出错。骄傲纵使他从暗处现身，到那时候就在等着抓住凶手。提莫虽然答应了帮这个忙，但开出的条件是莎拉要送给他一缕头发。一头雾水的莎拉找到保罗，案情分析中保罗想起了好友特伦，表示这个人也许能帮助到莎拉。但没多久特伦就出事了，刽子手设下陷阱，将其用毒蛇咬死，也就是本集开头的一幕。特伦被害这一消息传开后，卡姆的老婆杰尼找到了莎拉，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几年前的晚上，驾驶救护车的特伦在路上遇见一位喝醉酒的女孩艾拉，表示自己喝多了回不了家，让她帮忙送回家。可特伦着急与杰尼偷情，没有理会醉酒的艾拉，开车便离开，却没想到这个女孩失踪了，5年间都没有找到这个女孩。女孩的妈妈也早已精神失常。原来这件事老婆一直瞒着卡姆，自己心爱的妻子竟然和好友特伦有染，并导致另一个好友的女儿失踪，并且还隐瞒他多年，这让他很是愤怒，一气之下离开。杰尼心里非常内疚，来到教堂祷告，希望观音菩萨能保佑他。这时大门突然打开，面具人冲着他的背影慢慢走来。杰尼瞬间被迷晕，接着将他抱起，迅速离开。第二天朦胧中醒来，身上放着一些蜂蜜，树上还挂着吊瓶，不知名的药水不断的流进杰尼的体内，致使他动弹不得。片刻后，草丛里发出滋滋的叫声，一只老鼠顺着蜂蜜的气味袭来，接着一只又一只，放眼望去很多只。不久后，一对情侣来这里拍照。Come on, every bird in the world. 顺着狗狗的叫声摸去，赫然发现了杰尼不堪入目的尸体，被上万只老鼠啃食，想想都叫人脊背发凉。警长得知消息后立即找到卡姆，得知老婆遇害后伤心至极。法医初步分析死者是个女人，死因很可能是呼吸衰竭导致，并且静脉注射了一种麻醉剂，这种麻醉剂只能导致不能动弹，但感知还在，也就是说痛感也在。当法医掀开后，尸体的样子叫人作呕。卡姆确认了是自己的老婆杰尼，从表情中可以看出她很是伤心，转念又变得非常愤怒。这个神秘而又诡异的小镇里接连发生了7宗罪审判式的谋杀案，并且一次比一次的残忍。新闻里莎拉的老公戴律正在播报着每一起案子的情况。最意外的就是杰尼的死，她可是警官的老婆，所以也就表明了这些并非是激情犯罪，被害者们的过去都有着不可告人的黑暗秘密。这些秘密与7宗罪中的一项有关，凶手就像义警一样，在这个小镇中清理门户。显然这家伙还没有杀完，如果是7宗罪审判式，那应该还剩下3项：骄傲、色欲、贪婪。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当女社长下班准备回家时，忽然听见诡异的声音，开始还没太在意，没走多远，诡异的声音再次出现。这次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肝颤颤的开始加快了脚步，迅速窜到了车上。突然又看到了前风挡上有可疑之物，下车后拿过来一看，是一封信，信上赫然写着：老朱造场，明天上午11点见，刽子手。女社长以为凶手要接受她的采访，于是第二天独自一人来赴约，兴奋地准备好采访的一些设备。这次采访如果能成功，那她事业就会瞬间达到一个顶峰，当然也要有一些防备，准备了一个电棒棒。突然吱嘎一声，惊恐地看着前方。好了，就到这里，下集见，我是红苹果 ，See you。